在中非跨国婚姻的故事里，菲利斯塔与杜宾这对夫妇曾经是最令人羡慕的一对。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非洲女孩，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老实青年。他们跨越语言、文化与肤色的差异，携手走进婚姻的生活。他们的故事最初温暖、朴实、真挚，也感动了无数网友。然而如今，这段曾被称为最真实的中非爱情的婚姻，却在外界的目光中变得模糊、复杂，甚至被怀疑为流量的捆绑。这背后到底是爱情的力量在坚持，还是流量的绳索在束缚？从浪漫到现实，跨国婚姻的理想与落差。菲利斯塔和杜宾的相识相恋，最初是一个关于缘分的故事。菲利斯塔在视频中曾多次提到，他喜欢中国，喜欢中国的农村生活，也喜欢杜宾的老实、勤快、善良。他们的结合给许多人带来了温暖的幻想，爱情可以跨越国界，幸福不一定要建立在物质之上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段婚姻开始走向现实的考验。语言沟通的障碍，生活方式的差异，家庭责任的分配，孩子的教育问题，这些问题逐渐堆叠在他们之间。尤其当菲利斯塔成为网络红人后，一切开始变得不再单纯。当镜头介入，爱情开始变味。一开始，菲利斯塔的视频风格很简单，记录她在中国农村的生活，做饭、种地，和家人互动，与邻居相处。真实自然的内容让她迅速走红，收获了大批中外粉丝。那时的杜宾也只是偶尔出现在镜头里的憨厚丈夫，寡言但真诚。但随着流量增长，商业合作增多，团队介入运作，他们的生活被越来越多的镜头包围。每一顿饭，每一次笑，每一次牵手，都可能被安排、被拍摄、被剪辑成故事。原本的爱情被外界的流量需求裹挟着，慢慢失去了原本的自然。有人说，他们的婚姻像是一场直播剧本，也许有夸张，但无法否认的是，当爱情变成内容，当日常被市场化，它就不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。流量的甜蜜与代价。随着名气的提升，菲利斯塔和杜宾被更多人认识，他们的家庭成为了一种现象级案例。跨国婚姻、乡村爱情、文化融合、网红经济，全都叠加在他们身上。然而，流量从来不是免费的，它带来了名声，也带来了争议，带来了收益，也带来了分裂。团队介入后，谁掌控创作权？谁拥有账号？谁决定内容？这些问题渐渐浮出水面。人们发现，菲利斯塔在后期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沉默，更新频率降低，甚至长时间消失。而杜宾则更多地出现在邻居和其他人的视频中。这一现象让许多网友产生怀疑，他们的关系是否已经从夫妻变成了合作伙伴？甚至有人更直接地说，他们只是被流量捆绑在一起。爱情还在，只是被压得太深。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，无论怎样的流量运作，真实的情感从未完全消失。在过去的许多视频中，我们仍能看到他们之间自然的互动。杜宾为菲利斯塔修房顶，帮他搬东西，安静地在田地劳作。菲利斯塔则笑着为丈夫做饭，教孩子唱歌。那些眼神的交流，生活的细节，不像是剧本能写出的。所以，也许我们不该轻易否定爱情的存在，只是在流量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下，他们的爱情被迫转入了更深的层面，不再外露，不再表演，而是以一种更隐忍的方式存在。文化差异与身份困局。跨国婚姻从来都不只是两个人的故事，尤其当这段婚姻被公众放大时，文化差异、社会期待、法律身份等问题都会成为压力源。菲利斯塔是坦桑尼亚人，他在中国的居留、签证、工作身份都比普通人复杂得多。杜宾是中国农民，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差异也让他在婚姻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双方都在努力适应、妥协，但无论谁退让，都意味着某种牺牲。而当团队介入，他们的关系被进一步商品化，连表达情感的方式都被定义成内容价值。爱情失去了自由，也失去了方向。网友的误解与同情。在网络世界中，任何沉默都会被误解。当菲利斯塔长时间不更新，当杜宾独自出镜，当家庭生活显得冷清时，网友的猜测开始泛滥。有人说他们离婚了，有人说菲利斯塔被团队控制，有人甚至说他被永久禁止入境中国。这些传言真假难辨，但能反映出一点：
网友其实是关心他们的，大家怀念的是那份真实、质朴、温暖的爱情故事。如今看到他们逐渐被流量绑架，被商业操作，网友感到的是惋惜与心疼。结语：爱情与流量从来不是对立，爱情与流量本不该是敌人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流量，而在于是否还有真心主导一切。如果菲利斯塔与杜宾能够重新找到生活的重心，不被团队操控，不被商业利用，他们的故事仍然可以继续感动人，因为他们代表的不只是中非婚姻，更是不同文化下的理解与包容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们会回到镜头前，告诉大家，我们经历了风波，但我们依然相信彼此。